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小说故事。为什么那个女人每天都待在地铁里？我生活在蒙特利尔这个城市已经很多年了。在很多年以前，我就是一个打工的人，早出晚归。早上当我进了地铁，然后走进工厂，回来的时候要通过地铁出来。我发现每天早上当我走进地铁的时候，都有一个中国女人，她穿着中式的棉袄，每天都进地铁。当我下班回来的时候，她还在地铁里。我感觉她的精神有些问题。她的胸前佩戴着一个进地铁的牌子。听收地铁站的人说，这位女人是个中国女人，精神上有点问题，但是她每天都到这里，并不带来任何危险。为什么她每天都到地铁来呢？这没人知道，这只有她自己知道。这位女人有时候她站在地铁的台子上，对着地铁打招呼。有时候她走进车子里边，一个车厢一个车厢的走，好像在寻找什么。有时候她又站在台子上，把自己的包里边的东西全部拿出来，看一看又放进去。人家跟她打招呼，她就像没看见。她也不和任何人打招呼，但是她会自己说话。给我的感觉就是她的世界就是她一个人的。我也是中国人，我对这件事儿一直都很关注。后来我到了社区的有关部门询问，他们说这位女的叫杨花，是来自中国的一个农村，她有一个爱人是加拿大人，他们生活没有问题。她现在只是有了一点病，所以她每天都要到地铁站来。对整个地铁对大家并没有造成什么危险和可怕的事儿。时间慢慢的下去，慢慢的长了。我后来知道，原来因为这个女人是来自中国的乡村，嫁给了一个加拿大人，后来生了一个孩子。这个孩子在这里长大，因为他在中国的时候生活比较艰难，他希望他的孩子学牙科。这事儿他孩子不同意，因为他孩子喜欢的是音乐，一直在音乐方面有发展。而且他孩子不理解妈妈为什么这样，一定要让我去学牙科。周末孩子都会到地铁里演奏、表演，参加各种活动。后来这个女的急了，跑到地铁里来和儿子大吵了一场，阻止儿子在地铁里演奏吉他。这事儿彻底激怒了孩子。孩子不理解妈妈为什么这样，妈妈也不理解孩子们为什么这样。一个是为了让孩子找一个牙科的工作，有钱，以后生活稳定；一个是要找自己喜欢的事做。两个人争吵起来，最后孩子一气之下钻进了地铁里，再没出来。从此以后，这孩子再没有回家。妈妈也等于就从那一天起失去了儿子，也就失去了她的全部希望。她和她的先生找不到儿子，妈妈开始有了精神上的问题。她每天都到地铁来，她想看一看，想一想，是不是能遇上自己的孩子。她希望这个地铁里火车有一天能停下来，孩子不要再往前面走。
1天2天，我打工的那个时间里，正是他那段时间出了问题。后来过了2年，我就没再见到他。听说后来因为他天天在地铁里，天天等啊，最后没有等到孩子，他的病越来越严重，最后进了医院。这件事儿后来就成了我的一个小说，这个小说就叫做《为什么地铁没有休假的时候》。一个中国妈妈带着中国的文化对孩子的期待，一个在外面出生长大的孩子带着自己的理想和信念，他们发生了文化的冲突，也发生了人生选择的冲突。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你听，你该怎么想想？如果你有孩子，如果你没有孩子，如果你的孩子也有这样的选择，你该怎么做呢？亲爱的朋友，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故事。谢谢你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